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呢要画的是两连翻的花头。这节课呢主要是把这个蓝紫色的花头我们调色也学一下。首先我介绍一下今天用的颜色：玫瑰红、紫色、群青、胭脂、花青。其中呢这三个颜色我们要给它调成一个配色。首先呢把群青挤在盘子边上。然后紫色和群青它们是5:1，然后玫瑰红也是1也就是玫瑰红、群青和紫色是5:1:1然后给它们调匀。用牙签调色呢，不用沾色了。这个如果用笔呢，会把这个笔上都沾满颜色，很麻烦。我们看一下调出的颜色呢是这样的偏蓝色的紫，然后呢这是胭脂。这是花青，一共3个色阶，配色不复杂。好，我们用紫色系的笔来画牡丹。我们画牡丹呢，最好呢要蓝色系、红色系、紫色系还有这个浅色系，用不同的牡丹花头笔，不然的话呢，它容易混色串色。控水。给它泡透之后，在笔洗边上刮几下，刮到什么程度呢？甩不低就行了。然后把这个蓝紫色给它从笔尖呢一直调在笔根儿，先薄薄的调一层好，调到这个程度了，然后再把从笔肚到笔尖越调越浓，把它越调越浓。调的时候还是要边调边转然后把胭脂调在笔肚的下面。花青呢调在笔尖的5毫米之内。我们现在来画花头。先画一个中间瓣，然后笔尖呢调点胭脂和花青，然后画一个小半圆跟它形成一个角度，再画一个小半圆。笔尖压下去，笔根包住它的外围这个花瓣的外围，直接往上推，这也是直接往上推。然后笔稍微补一点水补水要慎重，用笔肚吸水，今天嗓子有点哑。然后我们笔尖稍微补一点这个紫色，然后再补点胭脂、花青。笔尖调一点花青之后，先翻动一下，然后往前滑动然后停回探一笔，笔尖再调点花青。我们再来一笔，目的呢是让它多出一个层次，然后直接把它上面的笔翻过去还可以呢再翻上一笔，让它再多一个层次。这样的层次就多了，是吧？
我再吸点水，在这位置能看到我吸水是吧？笔肚吸点水，笔尖稍来一点深色，给它直接添一下啊，贴笔，然后继续把这个浅色先给它添上，然后我们再抠花心。抠完花心之后，把这搭下来一笔，让它变成2个花瓣。这块呢有点太浅了啊，稍微深一点。因为咱们这个里边有水啊，所以你画的时候要快一点啊，笔里有水啊，一旦有重合的笔触呢，它就会阴。这样的话，你切笔的时候就得速度快一点才行啊。我们再补点花青和胭脂，把它的上面添一笔，留出一个空来啊，留出一个空缺，然后顺势滑动一笔，然后再滑动一笔啊，这就多出来层次了啊，上面这个层次就挺好的了。这块呢不太好啊，你给它贴的饱满一点。然后下边呢，我们给它变浅，笔肚吸水，顺便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，一下就变浅了，3笔出来啊，这个笔速就得快一点，慢了就不行啊。一会儿呢，我们就分步讲解这个花头，但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大框啊，整个怎么画的，我们要先熟悉一下。然后这节课呢，我们就主要把这个花头分步骤去讲解。底下这些啊，就是小碎笔，给它填满就行了。外边也是，然后再来一笔，两边不让它一般大啊，不让它一样。这一块我们需要再添一笔啊，为什么呢？它俩稍微显得有一点点对称。所以这地方我们就要修整一下，不让它对称啊，避免对称。那我们再来啊，在这个位置啊添一笔，添这笔的时候，我们给它变成一个翻瓣，这就好了。这个翻瓣要大一点啊，这就行了。这个花头呢，我们就画完了。然后下一步呢，我们就分解。首先呢，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花心啊点一下。我们这回点蕊呢，还是要拉近一点，让大家看着更清楚一点。这是分组啊，这是一大组，3、5成群啊，看2群，虽然是一大组，但是它是2群啊。然后上面这一组呢，一小组高一点，高出去2组了，然后我们再来一组啊，第3组更高，这样的啊，因为这花头比较大，我们就呢把这个，然后底下呢让它点线面结合，有点线，这也是啊，有点线，点线面结合，外边呢也让它出一点线啊，这样会显得呢更饱满，然后更灵动。然后我们用胭脂啊点一下雌蕊，啊挪一下。我们再拿张纸呢，把这个步骤分解一下。
这个其他的步骤呢，咱就不说了啊，主要是我们分组啊来讲解。你像这个滚笔中间瓣的滚笔，咱们都知道怎么回事儿。我呢就直接啊把这个滚笔画出来，还是调颜色。首先呢，要把它调满笔啊，把这个蓝紫色调满笔之后，越到笔尖越浓一点。然后再把胭脂调在1厘米半的地方，也就是1.5厘米的地方。花青呢调在5毫米之内。中间瓣啊，这就是中间的位置，中间要抬一下啊，你画到一半的地方要抬一下啊，这是中间。中间的好办啊，就一半，然后上釉。上釉呢，其实就是2连翻，但是我后来又修饰了好几笔啊。这个呢，就是看情况，你不用非得这个按照一个步骤去操作，但首先你要把2连翻画好啊。我们上釉呢是倾斜度啊，第一笔。倾斜的啊，这是一个有弯度啊，然后再来一笔，让它下探一下呢，好出一个芽啊，这是第一笔。第二笔尖压下去，包住它这个外围，然后往上提啊，直接这么提就行。这个也是笔尖压下去，包住它，往上提就可以了啊，这就是一个2连翻啊，可以往这再补点。3笔、4笔啊，其实上釉就是这么点部分，比较简单，但是它跟中间的衔接稍微复杂了一点。上中，我们把上中啊列出来，上中。中间这个其实我们呢就是把这个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把这个跟它连起来，用一个大的花瓣，就是在它上面啊来一个大的花瓣。首先呢滚半笔，然后到这停。为什么停呢？顺势啊跟它有点距离，这样的来一笔啊，然后我们再来一笔。为什么跟它有点距离？我们是想多一个层次啊，这就等于就多了一个层次，是不是？跟它就衔接上了啊。这就是上中，这是第一笔啊，第二笔、第3笔是连起来的啊，我就不给它，就是变成一组啊，是这样的啊。第2步啊，可以说就是第2步。然后第3步呢，其实就是抠花心。在抠花心之前啊，我们是需要呢用浅色的看给它补一下。为什么要补呢？为了多一个层次呗，是吧？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来抠这个花心。抠花心要注意什么呢？就是不要给它把这个芽切得太齐了啊。首先跟它对子呢，就是中间的缝隙这块啊，我们是这样的，先往这边啊左边滑动一笔，然后呢右边滑动的稍微多一点啊，多2笔，这芽就不齐了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啊，这第几步我就不说了啊，说这是第3步，第几笔我就不说了，不然的话就懵了。然后第4步呢是贴一笔，这是第4步，跟它就贴一笔，你还可以在贴一笔上切个小芽啊，让它更翘一点。这是上中，然后上左呢就比较简单了。我们只需要把笔尖啊，这上左呢让它稍微的淡一点，所以我就吸点水，只需要把笔尖补一点颜色就行了啊。
笔尖补上胭脂和花青就可以了。然后贴住它这一笔啊，这是上左，贴住它这一笔啊，首先比它高出去啊，要有一个什么，要出一个小空缺啊，这是第一笔。然后笔尖跟顺着它画一个弧形，这样的。为什么要这么画啊？出层次啊，对吧？这就是第二笔。然后瞬间再画一个，你看，再这样啊，画一个弧形，又出一层啊，这第三笔，就这么简单啊。你要是想把花头加大，你就再来这么反复一下子啊。我这么说大家明白吧？如果你再重复这么一下，这个也是你再多来一个翻瓣啊。你比如说这是2个，你留3个空啊，花头就加大了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变化了啊。下一步你就会变化了。你看啊，如果你想外边再加一层，再这样加一层，再来填一个空，花头就加大了呗。同样一个道理啊，上中下全一个道理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学会这个基本笔法，你自己就会组合了啊。所以我们基本笔法特别重要啊。然后基本的原理我也给大家讲了，就是这样的，就这么组合的原理啊。这是上左就3笔啊，完事儿。这只是一组，在组合的时候啊，你就看情况啊，是需要添花瓣啊，是需要减花瓣啊，都可以，只要花型差不多就行。另外呢，你要注意大小笔穿插和参差。啊，下边呢就是笔尖补一点深色。啊，刚才吸了一下水啊，就是这样，笔肚吸了一下水。然后水分稍微大一点，我刚才给它放一边是因为它影响我运笔。这是下釉呢，水跟它挨着来一笔，还是得放一边去，要不它还是啊，这就比较水润了啊。我们这是第一笔，然后紧接着你看我往外退一笔，然后再来第3笔，这3笔成了2个空心儿啊。这就跟原来咱们画的扣瓣3笔留2空差不多，是吧？这也3笔留2空，是不是？1、2、3啊，一下子就把这个层次呢，还有花瓣的柔软度啊，层次感就都出来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我们来添这个添里边的层次，添里边层次之前呢，如果你笔尖稍微有一点重色啊，不要太多啊，然后再往里添呢，你看层次感就很强了，而且呢，它还比较自然，它画的层次呢稍微有点虚啊，不那么实，看上去就更正常，不显得那么刻意和古板。这是第4笔啊，这个是第5笔啊，这左边啊，不是右边下右，这是下右，这组呢就完事儿了。然后我们再来，我继续呢还吸水，然后笔尖还是稍来一点重色啊。下釉呢分几个部分，分2部分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是来一大笔跟它接洽，来大笔呢千万别跟它啊起伏是一样的，要有个什么，要有个弧形啊，跟它有个缺口，是吧？提上去了啊，跟它直接搭上了啊，就是这样的。这是第1笔，这是下中啊，下中。然后我们可以啊，外边来一小笔，这是第2笔，里边就是看情况，一般的来说，里边就是分一组啊，我就不给它分开讲了，我分开讲你也迷糊
里边这一组呢，首先这是第一笔、第二笔，1、2，这个就比较容易啊。首先啊，弧形的往上提2笔，我们看一下层次就出来了，是吧？然后它俩你别再重复了，所以要第3笔要给它俩包起来。为啥呢？不能让它啊这个齐啊还有匀忌讳齐忌讳匀就行了。你看一下，你看啊，它们之间啊让它有一个什么，就这样，就是这种层次，就跟它正好就吻合，就接上了，跟这也接上了就行了啊。如果哪接不上，你再补一笔，这个不是死的。你看1、2、3、4啊，这第5笔5、6、7啊，不是死的啊，不一定非得7笔，但大概这个意思啊，你可以少几笔，根据这个宽窄，少2笔、宽2笔都没有问题啊。然后稍微补一点颜色啊，这个颜色太浅了，光剩胭脂了。然后这面啊，左面下左就比较简单，一共呢就补个2、3笔。下左呢就是啊往外拓一笔，别跟它一样啊，千万别跟它一样。这一笔呢，你可以变成2笔啊，再来一笔。然后它是往外拓的，是吧？然后跟它接上，你就可以1、2啊3，这不就跟它接上了吗？啊，就这么简单。然后里边缺几笔，你就补几笔。假如里边有缺口，你就可以啊，就这么补就行了。就这么补，跟它贴上就可以了啊。上下倒笔啊，就是说方向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明白吧？啊，这是4、5，这就是下左。但是我还是一再强调，大家不要把它学死了。你就是怎么学，你也不要说啊，我这个一定要完全一样啊，完全是照着这个班，照搬是最要不得的啊，照搬就是机器啊，完全复制，千万不要那样啊，要有个灵活运用。比方说这一组里边几笔几笔，然后你看呢花型不对啊，你就可以增减，适当增减。那好吧，咱们这把它组合完之后啊，分组讲解完之后，咱们再画一遍。啊，我再用这个纸呢，再画一遍啊。这回呢，我们画呢就稍微快一点啊。这个头一个呢，我们画的比较慢。完，第2个呢，我们稍微快点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啊，就是让大家知道正常的咱们这个画的速度应该是什么样。因为咱们这个是永久回放的，能反复的看啊。分解步骤也讲了，前面呢画的也比较慢，大家都可以学。后边呢，就是让大家比对这个速度应该是什么样。这样的话，大家学起来啊，会更有个参照，更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去掌握才对。还是像刚才那样啊。调色，然后越到笔尖呢越浓，胭脂调在1.5厘米，花青呢调在5毫米，稍微啊，我把它挪一边去，因为会影响我运笔，给它放这边，沾污太多影响我运笔。这个呢，我们就画一个小一点的，因为这块这个地方不大了。然后笔尖再调一点重色啊。笔尖压下去。
这回呢，我就只需要在笔尖调一点重色，让它这个颜色呢有点变化。这就是咱们刚才画的啊，我不给大家讲解了，就是咱们看着我怎么画就行了。然后我们补一点浅的，我说了啊，可多可少花瓣儿，这个就根据情况。如果你地方不够大啊，你就可以小一点画。我们这个也是，好像地方不够大，那我就小一点画。这个呢还可以切一下啊，让它这个层次更明显点。然后笔肚吸水，笔肚拿过来啊，拿过来，笔肚吸水。下边呢让它变浅。啊，就是这几笔，咱们看到了吧？花小啊，我们就少添点。我先这样的吧，要不咱们又该懵了。这是刚才啊，咱们讲的那个。啊，再来一笔，然后上面这块，你看它俩这不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啊，一颠一倒啊，它俩就是一颠一倒，就接上了，里边给它补上，外边稍微来一点啊，这个花头也画完了，然后我们还是点蕊啊，点一下蕊。你看这有点干了啊，它越干越好看，越变浅了越好看。所以我们画这个的时候啊，这个刚画完了会很深的，但是一会儿呢就变浅了啊，层次感就强了，而且呢颜色就会漂亮了，清透了。这咱们头一朵，你看现在这个变浅了，颜色就好看了，是吧？加了点玫瑰红啊，这个紫色里边会透着一点粉，会显得颜色呢更漂亮。就不是纯蓝紫色了，也是两组，这个有点齐啊，成一个线了，要破一下。这一组呢就宽一点，上面呢再来一组。就可以了啊，一共3组，然后还是用尖纸点一下瓷蕊，好，这就可以了啊。我们这节课呢，2连翻花头就上到这里。